寒冷天气同时也给深陷能源危机的欧洲带来重大影响。德国《明镜周刊》在一篇题为《议会的冰河世纪》的报道中提到，德国联邦议院已经变得很冷，冷得令人不快。德国一些部长和议员在办公室里穿得厚实，在外套里穿高领毛衣，甚至披着披肩或围巾。根据8月通过的内阁法令，德国联邦议会因为燃气短缺，不得不像许多普通家庭一样关掉暖气节能。办公室和会议室只能加热到19摄氏度，走廊和门厅也没有供暖。一些议员抱怨国会大厦降温将给议员及工作人员带来健康风险。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欧盟高级官员对美国拜登政府感到愤怒。近日，一位欧盟高级官员在谈到俄乌局势时，对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指出，欧洲受苦时，美国却在乌克兰危机中大发能源财和军火财。法国总统马克龙日前曾公开指责美国在售卖天然气上搞双重标准，使得欧洲人支付的价格几乎是美国人的3到4倍。德国经济部长哈贝克也指责美国虽是友好国家，但收取天价费用。有欧盟官员直言，美欧关系正处在一个历史性时刻，但对于欧盟的愤怒和指责，美国无动于衷。Politico 的报道称，11月中旬的 G20 会议上，当欧盟领导人就美国高价天然气问题与拜登交涉时，拜登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另据美国商业内幕网站援引业内人士的话说，以约6000万美元的价格从美国购买液化天然气装满一艘船，运抵欧洲后，出售价格即飙升至2.75亿美元。除去运输等成本，每艘 LNG 运输船获利于1.5亿美元，这是目前为止令人难以置信的套利价格。与此同时，拜登政府的通胀削减法案也再次将跨大西洋贸易战的担忧提上了政治议程。欧盟指责其方案具有保护主义和歧视性，担心美国政府此举会导致欧盟贸易锐减，陷入全面恐慌模式。一位欧盟外交官发出质疑：华盛顿到底还是我们的盟友吗？当前，德国和法国已公开表明，两国将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以应对通胀削减法案所带来的不可想象的后果。错综复杂的形势下，法国总统马克龙即将访问美国。据路透社的报道称，这是一次罕见的国事访问，旨在彰显法美友谊，而非大西洋两岸激烈的经济竞争。不过，马克龙将试图说服美国，在西方盟友面临来自中国的激烈经济竞争之际，不削弱欧洲企业符合美国的利益。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国外交官说：“你不能一边要求我们在中国问题上给予帮助，一边用通胀削减法案来打击我们。”反映出，欧洲对于美国一方面去利用他们来争取全球性的霸权，另一方面却肆无忌惮去牺牲，盟友利益的做法深表不满。那么马克龙实质上是以通过首脑外交的方式来劝说拜登在通胀削减法案上面照顾到盟友的利益，但实际上目前从美国国内的立法层面上来看，那么法案在8月份已经得到了生效。那么从拜登本人的立场以及从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分裂状况来看，那么法案得到大幅度修改的可能性不大。同时，双方的利益分歧也决定了，那么在短期内，法案难以得到有效的落实。那在您看来，美国军援乌克兰会有动摇吗？又将如何影响战局呢？美国军援乌克兰是按照61年修订的对外援助法和武器出口管制法来实施的，它是由美国务院和军方的国安合作局来合作实施，重点是加强受援者的军力。迄今呢，美国援乌的军品价值超过了90亿美元，涉及34类。具体到军火品类，美国防部所属的仓库将根据国安合作局下达的行政令，按时按量准备援乌物资。同时呢，美后勤部门按时从仓库里提出物资，空运或海运到欧洲指定地点。但这一回，由于战事紧急，美方主要是拿原存储德国、波兰、意大利的军火送往乌克兰。为此，美军的欧洲司令部特意在德国的斯图加特增加了一个所谓乌克兰控制中心，直接负责对乌军援。同时呢，美国还多次牵头召开盟国或伙伴国援乌协调会。像今年的4月，美防长奥斯汀3世在德国的阿姆施泰因
召开了援乌会议，动员了40国参加。关于美国援乌的武器，大家谈了很多，但武器终究是人来做。美国培训乌军的时间根据受援武器的复杂度而定，最短1周，最长半年。像乌军的海马斯火箭炮的操作培训就被压缩到3周到1个月左右，外界也据此来评估乌军重大的作战时机。但我想强调的是，天下没有免费午餐。今年美国军援经援乌克兰累计超过530亿，但真正到乌克兰手里的却不多。比如给美军补库存的87亿美金，强化美国在欧驻军的39亿，都算在援乌项目里，却直接进了美国人的腰包。尤其对乌经援的90亿是分给美国一些基金会，叫他们视情况来支援。俄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就说，美国对乌援助里35%是来资助美军的，真正乌克兰能拿到手的只有15%，大概60亿左右。也就是说，乌克兰拿着实际到手的60亿美元援助，却欠下美国约400亿自己看不见的债，将来要一笔笔的还。更冷血的是，美国军援乌克兰的钱，无论直接给的武器，还是美国自己补库存、升级装备的，涉及的款子都要先经美国的军火商，来来回回都在美国人手里转，乌克兰根本摸不到。美国杂志《雅各宾》就说，美国援乌资金里，美国军火商至少能挣170亿。美众议员格林甚至认为，巨额援乌资金会有大部分流到与政客有关的组织，相当于变相洗钱。可见300多天的美国援乌历程，既帮美国占领舆论高地，又替美军清了库存，还为美军火商送去新订单，并且由此洗白的钱进了各路政治神仙的口袋，可谓套路高明。主持人，好，谢谢吴健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